聂昭仪，本宫今日保住你，因为本宫一直都觉得你这北方长大的女子，骨子里有种本宫未有的勇敢。若真是除掉你，只恐这后宫之中，再无一人可真正的支持皇上、敬爱皇上。皇后娘娘，宫中将要出大事，这是谁都挡不住的。皇上对本宫的，并非爱，只是相敬如宾。皇上韬光养晦，勤政爱民，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，情感上也从不表露。你入宫之前，除了武帝，无一人可扰乱他的心思。是以无论你背后的莲花与伤疤有着怎样的故事，本宫望你能克己，不该想的放下。这许是本宫能为皇上做的最大守护了。皇后娘娘今日此番话，无双定会铭记于心。瑞王妃，我们走吧。皇后娘娘，聂昭仪背后纹着一朵莲花，真是巧夺天工啊！为顾全大局，一会儿回到上元宫，望瑞王妃说是与本宫一同审视。杜若明白，一切遵皇后娘娘的旨意。皇后，聂昭仪后背可有伤疤？聂昭仪后背经验视，并无伤疤，德妃多虑了。瑞王妃呢？回皇上的话，臣妇与皇后娘娘一同审视，所见同皇后娘娘一样。这怎么回事？不，这不可能！放肆！你何等身份，竟敢质疑皇后？难道本宫会容许北离的细作留在皇上身边吗？后宫之中，总是有人屡屡凭空捏造事端。莫非朕一定得将这些害群之马，通通赶出宫去，方能安寝？皇上恕罪，臣妾方才所言句句实话，臣妾一片忠心，亦是为了皇上着想。若不是你已身怀皇嗣，朕早就对你动刑了。倘若再生事端，挑拨太后，朕绝对不会姑息。臣妾谨遵皇上教诲。皇上，那妙明湖掳走云乐一事，就不了了之了吗？皇上，启禀皇上，云乐公主夜已醒来，但她只想见你一人。云乐，眼下他们都不在，跟三哥说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皇帝哥哥，是否历代帝皇要得到皇权，都要牺牲许多无辜的人？你为何这样问？皇帝哥哥与母后已经到了最后一战，是吗？宫中上下人尽皆知，
皇帝哥哥与五哥御驾至江南这几日，宫中气氛死寂，朝堂人心惶惶，母后闭门念佛，沐浴之声有如击鼓鸣战。直到我的驸马薛弼来求我救薛家一族，我便知晓皇帝哥哥与五哥打到大老虎了。对，这一切皆在朕的意料之中。顾母后亦要拿下妙明湖。原先我只是偷听到他们欲毒死妙大哥，不曾想母后任由我去通风，原来是另有目的。在皇权之中，不能为己所用的人，必处置。那若是当日云乐真的嫁了妙大哥，妙大哥成了驸马，他成了母后的人，皇帝哥哥也会灭了他吗？云乐，不要问一些朕难以回答的话。三哥处理的是非对错，绝对非你所想象。你只要记住，你永远是朕最爱的皇妹，云乐公主。云乐谢过皇兄。云乐有一事请求皇兄，若必定要有人牺牲，方能成就大业，云乐愿替代母后。瑞王受的伤不轻，且也不晓得那些剑是否有毒。我是太医，也是他妻子，于公于私都应当为他医治。瑞王殿下说了，他受的轻伤而已，吩咐任何人皆不得入内，尤其是瑞王妃。奇怪，为何我的能量似乎变弱了？谁容许你动本王的东西？聂昭仪背后的莲花为你所赐吗？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？
整个宫中，瑞王最擅长画莲花。聂昭仪背后的莲花为瑞王所赐，是为了掩盖他中箭坠江的伤痕。既然如此，方才在上元宫为何还要附和皇后娘娘所言？若大方不起，便不要逞强。你的伤势如何了？本王无碍。你的伤如何？怎么？害怕了吗？本王的伤，无需赐一朵莲花来遮掩。如同太后所说的，本王就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异类。也许有一日，本王会同我娘一样，一去不返。如今你该明白了吧？本王为何要你放弃如此可怕的我？不，我不害怕，我什么都不害怕。并不能被别人发现，不能被别人知晓。我会做一个还未复原的伤口，我会用我的方法去帮你掩盖的。没事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来，端庄的坐在这儿。母后，太阳升起的时候，群臣皆会到此吗？对，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他们便会坐于此处，只因你乃我大兰的君主。我这年纪，他们会听我的？记住母后的话，日后要用朕，而非我，因你是皇上。大兰的所有臣子及百姓皆要听命于你，哀家亦会在背后扶持于你，包括我们兰国的所有军队都要听命于你。还有武帝、凤卿也会帮朕分忧的。不可，他并非可信任之人，因他与他的母亲并非与我们是同类。在这个世间，也唯有哀家才会真心的疼爱于你。只因哀家是你的母后。皇上，你一夜无眠，不如回宫歇息一会儿吧。今日将会是最难熬的关口，群臣会因为个人的利益而转换风向。你说朕怎能安眠？朕命你去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小的将字条
交给春香了。听说太后亦是一夜无眠。太后，奉体为重。太后仍未看皇上给你的字条。慈安园是在宫六院吗？奴婢好似从未听过。此为一处未修建的别院。哀家早年让皇上改的名字，是告知皇上，有朝一日会还政于他。皇上就为哀家建了一个慈安园，让哀家安度晚年。太后珍重，事情或许还有转机。或许季柔桑的诅咒是灵验的。这妖孽说，宝石再现之时，便是哀家的终结。哀家不甘心，若哀家再见到先帝，哀家定要问问先帝，为何如此对待静妃？太后，被羁押的薛明义有要事欲禀告太后。我跟他已无话可说，让他对自己的贪赃之罪一己承担吧。薛明义欲禀告太后之事，关乎太后当年夭亡的皇子。朕自登基以来，一心为国，事必躬亲，但求国泰民安。可朝中却有一些蠹虫，竟逆朕旨、安邦之意，结党营私，中饱私囊，败坏朝纲。这些人平日里在金銮殿上口口称臣，背地里却是贪赃枉法。皇上息怒，臣等罪该万死。朕此次亲临江都，抓获朝廷头号蠹虫。来人，将薛明义押上殿来。押罪臣薛明义入殿。罪臣薛明义，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叩见太后，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薛明义，亏你到如今还敢在金銮殿上口口声声称臣，你之所作所为，可有哪一件是臣子该做的？回皇上，罪臣薛明义，自幼饱读圣贤之书，弱冠之年，投笔从戎，辅佐先帝，
如今已遇花甲，暮年将至，难抵金钱诱惑，一时利欲熏心，铸成大错，悔不当初啊！罪臣任凭皇上发落，绝无半点怨言。哼，你是在提醒朕，你功大于过吗？罪臣不敢，此案所有的过错，均是罪臣一人所犯，还请皇上开恩，不要牵连到朝中同僚和罪臣的家眷。说起你自己往昔功绩之时，你倒是振振有词，口若悬河。可说起自我罪责，便一语带过，轻描淡写。薛明义，你是担心你的儿孙受难吗？你可晓得，从你平南王府抄出来的财富，抵得上我大兰5年的税收？你说朕该如何处置你？罪臣该死！该死！皇上息怒啊！息怒啊！皇上，你的愤怒，哀家自然明了，但此事事关我大兰的根基，哀家不得不提醒皇上，还需三思而后行。许环山，你有话要讲吗？臣斗胆直言，薛明义所犯之罪，证据确凿。不过，念其是两朝元老，若是一斩了之，难免会寒了朝中臣子之心呐。望皇上三思。还请皇上开恩！皇上开恩呐！皇上开恩呐！罪臣薛明义听旨。臣在。罪臣薛明义，横征暴敛，阻塞贤路，结党营私，勾结江都刺史陈云喜，私卖库粮，欺瞒皇上，罪该问斩。然念其年事已高，故于平南王府内监禁终身，直系亲属一律流放胶州，其余府中人等发往边疆充军。薛明义长子薛弼，经查并未参与罪行，不予株连。其余同党凡3品以下者，皆革职押入天牢候审。钦此。罪臣薛明义，感激皇上不杀之恩呐！江都刺史陈云喜何在？回皇上，已在天牢关押，将其推至午门斩首，枭首号令，以儆效尤。臣遵旨。皇上，皇上，爹，皇上，爹，皇上。此次江都肃贪一案，瑞王妙明湖功不可没。朕以为，薛明义的大将军帅印应交由瑞王掌管，而江都刺史之职，可由妙明湖暂代。众卿意下如何？臣以为，瑞王与妙将军是最好的人选。皇上，并非哀家多虑，只是大将军帅印关系到军心向背，且江东乃天下粮仓，关系大兰百姓之温饱。瑞王与妙将军虽是立了头功，但也可另作赏赐。皇上，可要三思而后行啊！那依母后之见，此事该当如何呢？哀家觉得，罪臣薛明义之子薛弼，平日克己奉公，从未有过半点闪失，故可将其父之权力移交给薛弼，罪不及子。如此也显得皇上是非分明。太后此言之意，是要将罪臣薛明义之权力从本王手中夺去与他人分享吗？明知故问。
如此紧要之朝中重位，瑞王你想独占吗？那本王是否可以认为薛明义之责罪，可以多揪出一些同党来共同分担？朕以为，薛弼资历尚浅，功勋未见，以他继承父业有所不妥。朕意已决。萧凤卿、廖明湖上前听风。臣弟萧凤卿领命。臣妙明湖领命。萧凤卿自即日起掌管大将军帅印，妙明湖即日起兼任将军统领，统武校、中垒、五卫三营。希望你二人克己奉公，千万莫要让朕失望。臣弟，臣谢主隆恩。平身吧。凤卿啊，日前你所受箭伤，如今可好一些了？回皇上，瑞王妃已给伤口敷药，业已大好。那就好，那你们就先回去歇息吧。谢皇上。退朝。退朝。彩英还未回来，不晓得今日这朝中的胜负属谁。眼前的胜数，自然是属于皇上。那妙明湖就更受器重。他日即便他跟聂无双互不相认，往后也必定会联手对付我皇兄以及顾相国。回禀德妃娘娘。一切如焦彤所料，薛明义的官职已被罢免，于平南王府内监禁终身，直系亲属一应流放胶州，其余府中人等发往边疆充军，只有身为驸马的薛弼幸免于难。看来王太后大势已去，本宫与这腹中的孩子靠山没了。德妃娘娘不是说过，一个玩了几10年权术的女人，不会那么轻易投降吗？太后自然不会如此轻易的认输。眼前的胜数，未必就是日后的胜数。依焦彤看来，太后娘娘之所以将兵权交还给皇上，是想皇上乘胜追击，追寻至尊宝藏，日后再坐享其成。对呀，宝藏的秘密只有皇上晓得，只要沉得住气，到最后做得渔翁之利的，哼，还不一定是太后呢。只要将他们的利益看清楚，再分化他们，绝非难事。焦彤有何妙计？瑞王的母亲季柔桑是大兰国昌盛之源，这个生死未明之人，是瑞王与王太后之间的心结，拿他来做文章，再好不过。说不定还能把聂无双再次牵扯进来，令他万劫不复。这是从御花园采回来的花吗？是。倘若御花园浇花的水都加了这药，你想会是何种情形？妖孽？谁是妖孽？季柔桑、萧凤卿，又或是聂无双？
太后要往平南王府见一下薛明义吗？宫中耳目众多，要见也非此时。哀家先保住他这条老命，不论他说的是谎话还是真话，都逃不过哀家的五指山。皇上与瑞王，你们先威风着，待你们大展拳脚之后，哀家再收复失地。太后娘娘英明。启禀太后娘娘，皇上刚传下旨意，如今国库困难，后宫所有宫殿都要削减用度，连上元宫也要。上元宫也要，岂有此理！是啊，听闻此次是瑞王禀告皇上的，还特别说我们上元宫平日里花费奢靡，说太后为后宫之尊，必为后宫典范，要带头削减用度，削减下来的银两用来修建太后的慈安园。真要给哀家建慈安园，让哀家安度晚年？是啊，太后，皇上还任命瑞王为建慈安园的全权总管，期望在明年夏日完工呢。明年夏日就让哀家还政于他。好你个皇帝！好你个小东西！德顺参见太后娘娘，不知太后娘娘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太后娘娘恕罪。德顺这就去禀报瑞王殿下。不用禀报。皇上微服江南，哀家到瑞王府看看瑞王是否有将那妖孽季柔桑藏匿于此。不必了。欢迎太后娘娘来巡视孤儿院。若太后娘娘能在此处找到我娘，那本王对你的大恩大德感激不尽，定为你建造一座宏伟的老人院——慈安园，请太后随意搜查。瑞王，你这有恃无恐，是仗着皇上听你胜过于哀家。皇上听的是道理，以事论事，以公正为本的对与错。是以，你就带头来整治哀家，削减上元宫的用度，来逞你的一时威风。本王不敢。如今国库空虚，需要削减各宫开销，后宫呢，就由上元宫为首做起，如此六宫就会以太后为榜样。唉。这叫艺德高峰，令人敬仰。莫非太后如今年纪一大把了，还想要寻欢作乐、奢侈靡费吗？大胆，竟敢对太后无礼！你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是瑞王府，德顺在，将他赶出去。瑞王府不欢迎狗进来。你给我滚！李公公，传哀家懿旨，瑞王目中无人，将瑞王府通通都给我烧掉！小的遵命。德顺，朝堂之上，你屡次令哀家禁食严命，今日小小的教训，哀家也是让你晓得，哀家还是太后。若日后再敢侵犯哀家，哀家就对付你最在意之人，让你痛不欲生。李公公，将车上的黄金搬下来，那是哀家赏给瑞王，
修瑞王府的。诺。无论你从哪里来，要想活着留在宫中，还得哀家允许。你这个老妖婆！不要，不要！王，不要！不好啦！皇宫的花都枯死了。各宫的情况现在怎么样？臣妾与淑妃去过宫中的四季园，那里的花全都枯了。昨日臣妾去过秋菊园，那里的花园是盛开的，可一夜之间……聂昭仪，回皇上，无双去了怀恩池，那里的鲤鱼近半已死。皇帝哥哥，云乐区的玉园，玉园中的四鸟也同样的命运。德妃，回皇上，关雎宫那棵古树今早亦爬出蠹虫，似是不祥之兆。你说什么？皇上息怒。三哥，会否是宫中有何瘟疫？只恐蔓延下去会影响宫中个人。朕也是如此想的。太后驾到！儿臣恭迎母后。平身。谢母后。小的皇上惆怅，哀家特意来替皇上分忧。母后，今日御花园发生的怪事，母后可以知晓。从上元宫到御书房，路上哀家已目睹一切。父皇，父皇，这是儿臣去年在上元宫种的花，看，今早开花了。紫偃，母后，紫偃好想母后呀。那些璀璨的景象，都是当年季柔桑带入大兰的，如今一夜消亡，还恰是哀家还政于皇上之时，这是何征兆？太后，你想要说什么？哀家比谁都担心皇上的安危。这些景象是你母亲带来的，如今她走了，这些幻觉自然消失，因此就唤作妖法。你胡说！本王见你气定神闲，更觉得此乃人为所致。有人想要故意引起迷信之说。好了，在此事尚未查清之前，勿再将责任推在任何人身上。传朕口谕，此事交由王僧辩查办，太医署协助。无论此事是天灾或是人祸，朕都要将它查个水落石出。为安全起见，宫中各处燃烧艾草。德妃、云妃，你们皆有孕在身，需格外注意饮食。此事交由聂昭仪主理。无双遵命。朕不想此事再继续蔓延下去。若能查出并非妖法，那哀家也就安心了。来，紫偃，快到皇祖母这儿来，咱们该回上元宫睡午觉了。我要母后，我要母后，我要母后，我要母后。母后，不如让紫偃随臣妾回来一宫小憩，晚上再送她回上元宫。紫偃在哪儿，由哀家做主，而不是由你安排。春香，我要母后，我要母后，我要大皇子，我要走。母后。母后，哪有一个孩子不希望同他母亲在一起？小时候，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是听娘爱娘的，长大之后就不得而知了。唉，如今哀家是闲云野鹤，一老妪，只能陪陪宝贝孙儿。皇上不让哀家弄权为乐，
莫非还不让哀家含饴弄孙吗？远是我们的距离咫尺间，却又遥不可及。是否遥远的美丽，才是守护你最好的距离？总是永远迎接着月的背影，太阳的爱从未远离，日月总不能在一起，但月请别叹息，温柔日光。